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今天佛禅和大家分享的是，这是一位89岁的清华大学退休老教授对天下所有老年人的肺腑之言。这番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，相信您听完后内心也会百感交集。我们都知道，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，而养老则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。人生的后半程，只有为自己撑好伞，才不会被风雨侵袭；只有为余生铺好路，才能过得顺心自在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。为了让更多人活得通透明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人生的必经之路——衰老，尤其是60岁以后。如果你还在做以下这些不明智的事情，那可真是得不偿失。接下来我将分享13条金玉良言，只要您能耐心听完，一定会对您的晚年生活大有裨益，帮助您活得明白、通透、有尊严。如果您希望健康长寿，建议您先看完这个视频，点个赞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一句"我有好身体"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不妨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万一哪天您忘记了我说的内容，还可以回头找到这条视频重新温习。毕竟咱们老年人的记性有时确实不太好，对吧？好，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聊聊这13条建议。第1条，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你有多少钱。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不近人情，但老教授并非空口无凭。数据显示，近70%的家庭纠纷都与财产分配有关。老话说得好，亲是亲，财是财。尤其是当子女较多时，财产问题更容易引发矛盾，甚至闹上法庭，导致家庭关系破裂。咱们老年人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，可不能因为钱财问题让子女反目成仇，那真是得不偿失。第2条，不要和老伴吵架。过了花甲之年，子女忙于自己的生活，老伴的陪伴显得尤为重要。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一日不见问3遍。年纪大了，老伴就是彼此最贴心的依靠，谁也不愿意孤独终老，老伴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。一定要珍惜这份感情，千万别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伤了彼此的心。想想看，你们一起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难道还比不上一点小矛盾重要吗？第3条，不要自费照顾孙子。这条建议可能会让一些老人感到不适，但请耐心听我说完。研究显示，超过60%的老人在照顾孙辈时身心俱疲，不仅身体累垮，还常常费力不讨好。现在的年轻人和咱们的观念不同，咱们花钱费力，对方未必领情，甚至可能引发家庭矛盾，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别忘了，咱们这把年纪了，应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，而不是再当一回保姆。第4条建议，对于单身老人而言，再婚需慎之又慎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千万不要再婚。这句话乍一听，或许会让不少人心里一酸，但这却是老教授根据大量生活实例总结出的大实话。当人们步入老年，选择再婚时，要面对的不只是新伴侣，还有背后复杂的家庭关系，双方各自的子女、财产分配、生活习惯差异等问题，如同重重山峦横亘在前。在新的婚姻生活中，很难像原配夫妻那样，经过多年磨合，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与支持。曾经有一位老人，再婚之后，本以为能有个伴相互照应，可没想到，因为双方子女对老人财产的觊觎，频繁产生矛盾，导致老人的生活陷入无尽的纷争之中，每天都郁郁寡欢。如此看来，
与其冒险进入一段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婚姻，倒不如一个人享受自在生活。一个人的日子里，没有了迁就他人的顾虑，想吃什么美食，不用考虑对方的口味，想看什么电视节目，也无需征求别人的意见。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，对于经历了大半辈子忙碌的老年人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呢？第5条建议，老房子承载着太多回忆，是晚年生活的根基与避风港，一定要保留好自己住的老房子。孩子们出于关心，或许会对父母说：“爸妈，把老房子卖了吧，搬来和我们一起住。”这样的话语听起来温暖贴心，可背后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。老房子里，每一块斑驳的墙壁，每一个陈旧的角落，都记录着老人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曾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场景，孩子在屋内嬉笑玩耍的欢声笑语，都深深烙印在这所房子里。一旦卖掉老房子，这些珍贵的回忆就仿佛失去了依托。而且在自己的房子里，老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生活，那份安心是在别处无法获得的。就算与子女相处的再融洽，在子女家也难免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所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或孩子的劝说，就轻易卖掉老房子。第6条建议，即使和子女关系再亲近，老年人也要学会独立，了解乌鸦法则。自然界中，乌鸦妈妈会把小乌鸦从巢里推下去，让它在风雨中学会自己飞翔。人类社会亦是如此，当步入老年，不能事事都依赖子女，过度依赖不仅会让子女承受巨大的压力，也会让自己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有的老人习惯了什么事都找子女帮忙，一旦子女因为工作忙碌等原因无法及时照顾，自己就会陷入慌乱与无助之中。学会自立自强，不仅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，还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。比如自己学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，打理个人事务，遇到问题尝试自己解决，这样既能锻炼自己的能力，也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。第7条建议，回家探望子女时，时间不要超过3天。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却饱含着生活的智慧。子女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空间，老人长时间居住，难免会产生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冲突。即使子女出于孝顺不会明说，但时间久了，双方心里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亲戚好，走动好，但常来常往不如时常想。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偶尔的相聚反而会让亲情更加浓厚。每次探望时，大家都能带着期待和热情相聚，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，之后又各自回归自己的生活，给双方都留下足够的空间。这样的相处方式能让亲子关系更加和谐长久。第8条建议，当孩子步入婚姻殿堂，组建新家庭时，减少对他们的要求，要求越低越好。在传统观念中，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按照自己规划的道路前行，可时代不同了，如今的年轻人有着独特的想法和生活方式，若父母依旧用过去的标准严格要求他们，失望往往接踵而至，甚至陷入自我内耗。比如有些老人执着于让新婚的孩子遵循老一套的家庭规矩，却忽略了年轻人追求自由、个性化的生活需求。这不仅会引发亲子间的矛盾，还会让老人自己陷入焦虑与失落。学会放手，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和空间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才是维系良好亲子关系的关键。只有让孩子在自己的生活节奏中成长，
他们才能真正学会承担责任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。第9条建议，把想不明白的事情留到第2天。人上了年纪，常常会陷入对一些事情的纠结中，可过度思考不仅无济于事，还会严重影响睡眠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良好的睡眠至关重要，它是保持身体健康和情绪稳定的基石。睡眠质量不佳，不仅会让身体疲惫不堪，还会使心情变得烦躁易怒。当遇到想不通的难题时，不如暂且放下，安心睡个好觉。很多时候，经过一夜的休息，大脑得到放松，第2天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。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事情，或许就会迎刃而解。比如邻里间的一些小摩擦，当时觉得难以释怀，但经过一晚的沉淀，可能就会觉得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没必要为此伤神。第10条建议，不要嫌吃萝卜淡操心。正如那句俗语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所说，孩子们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和选择的权利，老年人无需对他们的生活事无巨细的操心，偶尔打个电话，互相报个平安，关心一下彼此的近况，便是亲情的温暖传递。在这个阶段，老人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。保持心宽平和的心态，不过分忧虑，享受当下悠闲的生活，才是正确的生活态度。要明白，过度的担忧不仅无法改变现状，还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。放宽心，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，才能发现身边更多的美好。第11条建议，不要过度体力劳动。年轻时，人们总觉得自己充满活力，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机能逐渐下降，过度劳累带来的伤害愈发明显。有些老人身体稍有不适，吃片药就继续干活，长期如此，身体根本吃不消。一旦身体累垮，不仅自己要承受病痛的折磨，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去医院看病花钱如流水，所以老年人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，既不能过于懒散，也不能过度透支身体，要学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活动，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，切不可硬撑。比如日常打扫卫生，帮忙干农活时要适可而止，不要让自己过于疲惫。第12条，不要太小气。60岁以上的人，小时候都是受过苦、遭过罪的。俗话说，人生短暂，及时行乐。这一路走来，省吃俭用，多少好东西没用过，多少好吃的没尝过。现在条件好了，该完成的任务也都完成了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想玩就玩，别再亏待自己了。这条建议说到咱们老年人心坎里去了。咱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吃了太多苦，现在条件好了，可不能再亏待自己。第13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忽视自己的老本。什么是老本？其实就是身体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也是对儿女最大的理解和支持。只有身体健康了，自己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，才不会给儿女增加负担。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根源和基础，想要身体好，只要做到3件事就够了：吃好、睡好、心情好。特别是一定要注意睡眠，这条建议可以说是这13条中最重要的一条了。没有好身体，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咱们老年人一定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再多说几句。咱们老年人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，有些习惯和想法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，但世界在变，社会在进步，咱们也要与时俱进，不要总是固执己见，要学会接受新事物，保持开放的心态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
老年生活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，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。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没用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魅力，关键是你要发掘和展现。最后与您分享，真正有福气的退休老人是少闲的人。诗曰：最觉乾坤大，闲之日月长。很多退休老人一旦闲下来，就觉得这一天如同好几天，无聊得很。为了打发空闲的时光，很多人会特意去寻找机会，让自己忙一点，稍不留神就从一种困境进入到另一种困境。若要晚年有福气，就得做一个少闲的人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01不说闲话，沉默是福。格言联璧中讲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自古以来，人都是以少说几句为美德的，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，言多必失。若是戳中人家的痛处，可能人家会暴跳如雷，引发是非。说自己家的事情多了，也就变成了吐槽，也会暴露家丑，引发家庭内耗。小区里，老太太说自己的儿媳多不懂事，工作不上进，还花钱厉害，也不管孙子。很快，小区里其他的老人就传话了，儿媳去麻将馆，就听到了大家的议论。儿媳回到家，对老太太的脸色就特别难看。至于唇枪舌战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小说里有舌战群儒的典故，你只是看看，别学习，因为那不适合普通人。闲话往往是不知道当说，不当说的话还是不说最好。退休的老人少说几句，这是一种涵养，是对身边的一切进行了包容。02不管闲事，冷淡是福。有一位初3的学生诉说了自己的遭遇，母亲对他的生活点点滴滴都会管，他去上补习班，累了就要休息一下，母亲居然大吵一顿。他的成绩在进步，但是母亲不满意，为此还管控零花钱，不管去哪里，母亲都会询问对方，恨不得把对方家的一切都搞清楚。他在一旁拉着母亲走，母亲也不动。他在学校和同学的关系，母亲是清清楚楚的，也会说3道4。母亲说：你是我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显然，这个母亲是没有边界感的。作家周国平说，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的界限，而一切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想要突破这界限。父母和儿女之间都要保持距离，各自的生活各自管理，对外就更要如此了，要常常把自己当外人，这也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社交规则。退休了，你真的管不了全世界，就是小区里的破事都管不了，也管不得。谁家娶媳妇，谁需要人做媒，谁家孩子要辅导，都是谁家的事，和你关系不大。03不生闲气，心静是福。文子上义中写道，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，故君子不责备于人。人为什么生气？大概率是因为别人的言行举止让你不满意，起了责备心。比方说，儿媳去参加活动，打扮很特别，作为公公的你看到了，很不好受，认为儿媳太做作了。当你责怪儿媳的时候，儿媳来一句我乐意呀，好了，你又生气了，认为儿媳的态度不好，语气不对，打扮更不对，这都是你要责备的点。看到什么，马上让你的心起了波澜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你在乎的东西多了，内心的烦恼就多了，总是满满当当的。俗话说，人心本无染，心静自然清。做人就是要清透，什么都能到心里来，但是马上又能放下，就像有风轻轻拂过心间，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
生气是一天，也是浪费一天；开心的一天，是赚了一天。退休之后的日子是很珍贵的，不是用来生气的，开开心心过，看啥都正常，日子都顺溜，那就对了。04不捡闲物，干净是福。如果说什么都舍不得扔是家庭的负担，那么什么都捡回家就是特别大的负担。有的老人退休了，不差钱，但仍旧每天去翻垃圾桶，遇到可能用得上的、能卖的都捡回来。想一想，房间里有很多的垃圾，谁能舒服呢？若是老人和儿女住一起，这就会让儿女很不满，引发争吵。家里有孩子在垃圾里找玩具，这就更麻烦了。被儿媳或者女婿知道了，指不定就是一顿骂，引发家庭内耗。做人干干净净就是福气，退休老人要这样想。在城里还有很多农村来的老人，生活困难的老人，他们去翻垃圾桶是情有可原的，你让他们翻，或者你把家里的废品送给他们，也是积德积福。把家里整理好，不让污浊的东西进门，这就保持了家庭的祥和，也对健康有利。也许退休老人会疑惑，既然闲事不能做，那么做什么呢？如何打发空余时间呢？其实我们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，当然你要懂得量身定制，而不是盲从大家，故意去忙。其一，去上老年大学，大家一起学点什么，也有了童年读书的乐趣。其二，找到自己的爱好，钓鱼、打门球、跳舞、唱歌、读书都是可以的。其三，去旅行，一路上看风景，也拍摄小视频，传递美好。其四，去发挥余热，帮助困难的人，比方说到社区义务劳动，到山区去支教。真正的悠闲不是空虚，不是什么都不干，而是忙碌和休息结合，并且因为这样的结合，让自己变得愉悦、崇高。真正的悠闲如一首诗，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为您带来启发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别忘了订阅佛禅，获取更多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